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Kat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我们上一集呢，跟大家讨论了所谓的广泛焦虑症。那我们这一系列呢，其实就是要介绍跟焦虑症相关的一些症状。我们这个频道呢，主要是介绍跟心理卫生相关的议题，还有自我成长。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帮我们按下订阅哦。首先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panic attack 跟 panic disorder。那所谓的 panic attack 呢，就是所谓的恐慌发作。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就是突然觉得心跳好快，然后就莫名的非常的紧张，然后觉得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种突然极度的那种紧张、焦虑、害怕的感觉呢，很有可能就是你已经经历到了一个恐慌发作的一个状态，那就是 panic attack。那所谓的 panic attack 呢，就是这个短时间内呢，你有一种极度的焦虑的一个状态。一般人呢，感觉到焦虑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会觉得非常的紧绷啦，很紧张啦，很烦恼啦。但是恐慌跟焦虑是不太一样的。那所谓的恐慌呢，就是一种突然涌上心头，然后突然涌上来的一种感觉。它可以是一种念头，然后一种身体很强烈的、极度的反应。这样子的感受呢，会维持个好几分钟。那在我们的 DSM-5 里头呢，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精神诊断的一些准则。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有恐慌发作，一样是 panic attack 的时候呢，会有哪一些症状？那你必须要有至少4种症状，才会符合所谓的 panic attack。第一个呢，就是最常感受到就是心跳加速，急速的加快。那一般人呢，其实如果你在休息的状况的时候，其实你是不会感觉到你的心跳的。那如果说你突然感受到一阵心跳，而且是很强烈、快速的心跳的话呢，那其实就跟我们的焦虑症是有关的。那接下来呢，例如说流汗啦，突然冒汗，又或者是说呢，突然觉得好像自己在发抖，或者是觉得呼吸变得非常的短促，甚至有一种好像快窒息的感觉，没有办法呼吸了，没有办法换气，然后觉得自己好像被掐着脖子的那种感觉，或者是呢，胸口非常的闷痛，那又或者是呢，觉得自己好像头晕。然后整个晕眩的感觉，好像快昏倒了，然后或者是突然极度的发冷，觉得整个人就是在发抖发冷的状态。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身体感觉好像失去知觉了。接下来的比较严重的一些经验呢，可能就是例如说 derealization， 就是你失去了那种现实感。你不太能够分辨所谓的现实跟你自己脑海想象的那个状况。那另外一种呢，就 depersonalization， 就是你跟自己有脱离自己的身体的那种状况，好像你人已经在天上看你自己在角落发抖的那种感觉，那是一种 depersonalization。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好像自己快要失控了，又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好像快死了。那这些呢，都是一些常见的症状，然后跟我们的恐慌发作是有极度相关的。那恐慌症呢，其实就是代表说你时不时都会有恐慌发作。Panic disorder 呢，是代表说你的那个 panic attack 蛮常发生的。那到了一个程度，就是你会变成为了担心恐慌发作而焦虑，变成你没有办法放松，因为你每天都会为了担心我会不会又有一个恐慌发作而感到非常焦虑，甚至又导致你有一个恐慌发作。那因为这样子呢，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或其他正常功能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它诊断为是恐慌症，也就是 panic disorder。那我们在 panic attack 跟 panic disorder 呢的一般临床上面呢，一般来说正常人在人一生当中，大概会有1/3的人会有经验到恐慌发作，就是突然的一阵非常紧张的感觉，有1/3人会有这样子的经验。那
在 panic disorder 呢，就是恐慌症的部分呢，就大约只有4%左右，也就是你会时不时的经验到就是恐慌发作，然后因此而影响你的生活作息，还有工作等等之类的。整体而言呢，跟焦虑症差不多，女生的好发度是男生的2到3倍，所以女生比较容易会得到恐慌症或者是恐慌发作。那其实呢，每一个人呢都有可能会有恐慌发作的症状，但是这不代表你就一定会有恐慌症。其实有些的症状，有些情况呢是预期的，例如说你觉得我很不喜欢在人面前说话，那如果你必须要做一个演讲，你可能在预期自己去做演讲的时候，会因为这样子的事情感到非常紧张，然后你就会因为特别紧张导致自己变成了恐慌发作。那有些是没有预期的，就是一个没有来由的突然就一阵很强烈的害怕，剧烈的害怕的感觉。有的时候你可能甚至突然睡醒就有一种非常非常害怕的感觉，那这种就是没有预期的恐慌发作。我们接下来就来谈一下为什么会有恐慌症这样子，或者是恐慌发作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呢？那其实很多时候恐慌症或恐慌发作是伴随着忧郁症或者是焦虑症的，所以如果说是有焦虑症或忧郁症的人，其实还蛮容易会有所谓的恐慌发作的情形。那另外呢，有些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生理症状，例如说我们上一次说的甲状腺亢进的人呢，他们比较容易会心跳加快啦，或者是肌肉紧绷，又或者是呢，有些其实是我们服用的药物的副作用所造成的，导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身体反应。然后当我们有这样子的身体反应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我们是不是快要失控了，又或者是不是哪里不对劲了，导致我们会有恐慌发作。一样的，刚才有提过，所谓恐慌发作呢，一般来说通常只有维持几分钟，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呢，那个很强烈的感觉会突然涌上来，但是呢，也会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呢，就会慢慢消退了。但是在消退之后呢，你可能还会有一种就是后续的一种很害怕啦、紧张的那种感觉，这个可能会延续比较久一点。一般人呢，对于焦虑的情绪比较敏感的人，或者是对你自己的身体感官比较敏感的人呢，比较容易会有恐慌发作。怎么说呢？在我们英文里面就叫 body vigilance， 也就是呢，你对于身体的一些反应特别的敏感。当你突然觉得心跳加速很快，又或者是觉得瞬间好像气有点吸不上的时候，你就变得特别的紧张。那当你一紧张起来，你会发现你其他的身体的反应会急速的增加，例如说你突然觉得我好像快吸不上气了，然后突然就心跳也越来越快，然后整个身体都紧绷起来，然后觉得自己好像晕眩了。也是因为这样子呢，就是我们对于身体特别敏感，所以我们会比较容易会有恐慌发作的一个症状。恐慌发作的时候会有几个常见的想法，那这些都是比较扭曲的认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比较常见的一些扭曲的认知想法有哪一些。有3大类型，一个就是灾难性的思考，然后一个就是呢预测性，就是知道我接下来就会怎么样了，或者是呢一个自己就是妄下定论的那种思考模式。那我们比较常见的那种扭曲的自我认知的部分呢，就是例如说我要得心脏病了，又或者是我要昏倒了，又或者是我要死了，或者是我快要窒息了，我没有办法呼吸，又或者是我觉得我要疯掉了，我觉得我快要失控了。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扭曲的一些认知。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就是我们在判断事情的时候，例如说像灾难性思考，就是我们会就是集中注意力在最糟的情况下，我们所有心思都放在最糟的状况就是什么，最极端的状况会是什么样，然后没有去想到说其实还有其他可能没有这么糟的情况。又或者是呢，就觉得我接下来就是一定会怎么样，然后未来就是一定会发生哪些事情，我只要出门，我一开车我一定会出车祸，一定会有车子会来撞我。又或者是说呢，妄下定论呢，就是在你自己还没有完全的证据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定下一个决定，没有去考虑到所有其他事实跟证明来佐证的情况下呢，你就觉得这件事情一定会是这样，而导致我们会有接下来这一些比较扭曲的一些思考。
所以在面对恐慌发作的时候呢，其实最需要记得就是呢，这个一定会过去。因为当我们不断的去 engage， 就是我要死了，我要疯掉了，或者是我不能呼吸了，我们都一直不断的在强化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会加强我们焦虑、紧张、害怕的感觉。那如果你曾经经历过恐慌发作，你就应该知道，其实过几分钟之后，这个感受会慢慢消退。所以记得在那个当下，可以的话提醒自己，我会没事的，这会过去的，这一切都会过去的，然后让自己慢下来。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个当下没有办法马上想到这些，所以呢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因应措施，例如说你可以离开现场。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哪个地方会让你比较容易紧张，那你就尽量避免去这个地方，又或者是在这里你突然觉得非常紧张，到这个地方你会特别害怕，那就离开。当你一离开现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人的身体的感官知觉会开始慢慢改变。那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避免去到会让我们感觉到恐慌的地方，又或者是做一些让我们会恐慌的事情。例如说你本来就非常的怕蛇，非常的怕鸟，又或者是非常的怕狗，那你很害怕这些动物，然后你又刻意让自己去接触，然后觉得自己很害怕。有些人可能不太适合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挑战自己的恐惧，反而会让自己更加的害怕，然后导致于自己会有恐慌发作的一个症状。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练习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安全措施，也就是 self-soothing。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就是提醒自己，这一切会过去的，没事的，没事的。又或者是呢，用其他一种可以安慰自己，或者是例如说像抱抱枕啦，或者是其他会让你觉得可以比较舒缓的方式，在那个当下让自己先冷静下来。例如说呢，有些时候我可能就会建议我的个案呢，可以的话，在家里最好常常备有冰块啦，又或者是冰袋啦。当你突然觉得一阵恐慌发作的时候，把那个冰块、冰袋握在手里头，然后放在身上，例如说像手腕这边有脉搏的地方，让自己能够缓慢下来，然后让自己的那个知觉有另外一个冲击，也就是很冰的感觉，把你带回到现实。这些都是能够帮我们在短时间内脱离这个恐慌发作的一个症状。当然在未来的影片我们会有更多的介绍，就是其他跟焦虑症相关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些疾病，包括强迫症啦，或者是社交恐惧症啊之类的。那我们也会跟大家介绍所谓的一些治疗的方式，还有你可以如何不用药物来改善，还有调整你的自律神经的部分。记得订阅哦，这样你就可以收到更多心理健康的资讯。那我们下一次见咯。